我们回去吧。来都来了，我们下去吧。欢迎光临。才不紧张。你好。嗨。嗨。嗨。主编，你们终于到了，董事长已经在里边等着了。你出门有没有带脑子？怎么了？你对着李夫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编。咱们还是先入席好吗？董事长真的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先敬酒吧。夏总，欢迎欢迎。我们又见面了。谢谢你的莅临，欢迎。董事长。董事长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一位是陈亭连锁酒店的老总夏友军，夏总。夏总，幸会。你好。这一位是 ERA 的新任主编，也是我的儿子叶荣轩。这么年轻的主编，我还是头一回见到，年少有为。夏总过奖了，我还希望能跟夏总一起合作。哎，夏总，请坐。坐吧。我手上刚好有一个项目，下次我们可以详细聊一下。那太好了，有机会一定登门拜访。好的。这位是？她是我新招来公司的主编助理，同时也是我女朋友。你好。夏总你好。夏总，我来敬你一杯，希望你以后继续支持我们 ERA。你不是要去洗手间吗？啊？赶紧去弄下你的裙子。我的裙子到底怎么了？你看就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哼。你一直都这么喜欢盯着别人看吗？对不起啊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，在哪儿呢？对了，我们公司的墙上就有你拍过的杂志照片呢。你记性还挺好的。不是我记性好，是遇到长得好看的女孩，谁不想多看几眼呢？你好，我是 ERA 杂志的编辑，还想约你拍片呢。但是好像这2年都没有看到你的照片，你现在还做模特吗？3年前我出国了。为了更好的发展，出国确实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其实是因为我失恋了，我一直在等一个人，直到今天终于见到他。但是我发现他身边已经有别的女人。我理解你的感受。曾经我也爱过一个人，后来，在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，他不爱我了。那你一定很难过吧？但是日子还是得继续过，不是吗？可能吧。那你现在呢？遇到喜欢的人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算不算？你确定他也喜欢你吗？这个问题连我自己都没有想过。对了，你能帮我看看我裙子有什么问题吗？可能裙子有点皱吧。谢谢啊。我觉得这条裙子不是很适合你。哪里有问题啊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你怎么去这么久啊？主编，我刚刚在洗手间碰到一个好奇怪的女孩啊。
个宴会上应该没有比你更奇怪的了。这你衣服弄好了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不就后面皱了一点吗？你还不清楚你的衣服有什么问题啊？什么问题啊？你的晚礼服后背向上缝了4寸。前面露着，后边露着，你真不能穿成这个样子，像谁呀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，主编？等这首舞曲结束，我带你走吧。跳完舞咱们就走。Hello，哎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我觉得你今年设计的春夏系列非常出色。啊，你很关注我。当然，我看那个女生穿的就是你设计的春夏最新款。啊，你干嘛？是谁让你穿这件衣服的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这件衣服的设计师，你有什么权利更改我的设计？你知不知道这件衣服经过了多少步骤，消耗了多少心血，经过多少人的努力才有这件衣服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团长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埃伯特先生，我们都是多年的好朋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对你们伊若很是失望，你们身为一个时尚集团，却一点都不懂得尊重时尚。埃伯特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为这件事情向你道歉。我们的公关部门了解清楚之后，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是不是只会说对不起啊？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？你在伊若工作这么久，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吗？擅自修改设计师的作品，这是对设计师的侮辱，你知不知道？对不起，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，这次真的是我失职了，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。对不起，主编。喂，喂，我在学校旁边，我们常来的那家串吧，见一面吧。好。主编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。这大晚上的有什么事要处理啊？私事。我送你去吧。不用了，我可以打车。不管你是私事还是公事，这么晚了，我是不会让你带着500万的珠宝在马路上跑的。叶荣轩，你真的已经把我忘干净了吗？没想到，他真是你男朋友。这么晚了还送你过来，他人挺好的。他之前追过我，我没有答应。如果我们俩能在一起，还得要谢谢你呢。车也很好。这个你比我懂。你真的变了很多。我们都变了很多呀。
你比以前更在意外表。你今天找我来，不光是为了要叙旧吧？认了，我可能没有办法再照顾她了。理解，狗是我养的，应该把它交给我。恭喜你了，终于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你可以停止你的冷嘲热讽了吗？是，我自私，我虚荣，但是你呢？你不是也找了一个有钱的富二代吗？是，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找了个有钱的富二代当男朋友，这样的生活确实比以前好很多。所以，我现在才有时间去反思，该有一段什么样的爱情。我该走了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要讨论如何去解决洛亚格里夫危机。如果你们有解决的办法，就说出来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不要在这互相抱怨、互相推诿。我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开除掉周然。因为呢，这样会让洛亚格公司看到我们的诚意。考虑到周然是主编的女朋友，如果我们以这样严厉的方式惩罚周然，那么外界会对伊 a 公司的管理制度更加的信服，而且对主编的个人形象也是很好的维护。我认为，这倒也不失为一种途径。我不同意。主编，我不得不提醒你，你现在是伊 a 的主编，你有责任对整个公司负责。个人的情感不能凌驾于公司的利益之上。我是伊 a 的主编，所以我有我的看法，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。你是主编，没有人可以对你指手画脚，但是每个伊 a 的员工都有权利去关心公司的前程和未来。我不否认，周助理的确有很多缺点，可他身上也有很多别人没有的品质。他对待工作很认真，执行能力强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能够认真看待自己的工作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一点过错就否定他的全部。没错，她是我的女朋友。按照常理，我应该大义灭亲，来换取自己在公司的价值。可是我想说不。荣轩，价值可以赚取，感情没了，就真的没了。她是我女朋友，她穿错衣服，我也有责任。我不想一遇到危险就抛弃自己的女朋友。周助理现在一定很需要别人的帮助，所以我选择站在她身边。不过各位请放心，这次洛亚格事件，我一定会处理好，并且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，这可是你对公司的承诺。董事长，不知道中了你们的邪，居然会喜欢这种人。就是，我不想在遇见危险的时候就抛弃自己的女人。主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简直男友力爆棚。你说我们怎么就没有这样的好运呢？这一次，整个伊尔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。你真的要和这样一个毫无品味、举止粗鲁、聒噪无知的女孩在一起吗？董事长，她现在是我女朋友，
您在我面前这么说，他不太合适吧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董事长，您才见过她几次？我觉得您根本就不了解她。周然这个女孩确实有很多缺点，但她也有很多优点。我觉得您这样是对她有偏见。偏见？我告诉你什么是偏见。因为她穿错了一件衣服，让我们整个 ERA 集团都要为她买单。难道你要让我们的客户去慢慢了解她吗？我们是一家时尚公司，没义务大发慈悲收留这种员工。董事长放心，这次礼服事件我也很重视，我一定会把它处理好的。今天这空调是坏了吗？怎么这么热？周然啊，你怎么还穿着这么厚的外套啊？不热吗？我可能是有点感冒了。怪不得。周助理啊，一会儿把最新的广告拍摄样片拿给我看一下。主编，我想找你帮个忙。不管你有什么要求，我都能满足你。周助理，我要的样片呢？来了。主编，你要的资料。这2天过得还好吧？还好啊。我是说啊，看到自己的前任另有新欢，你心里就没什么特别的感受？雨果曾经说过，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，比海洋还宽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还宽阔的是人的胸怀。你心还挺大呀，在办公室穿那么多，你不热呀？我冷，我可能是要感冒了。那多注意身体，别太累了。谢谢主编关心。还有事吗？没事。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啊？没安排，怎么了？没安排啊？那我请你吃顿饭。吃饭？你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吃饭？还不是上次慈善晚宴我穿错衣服了，主编一直替我说话，于情于理我也得请你到家里吃个便饭啦。周助理，你这是什么节奏？我这是，放慢的节奏。是的。好了，饭就不吃了，心意我领了。别呀，那多过意不去啊。你还会有过意不去的时候啊？你该不会有别的事情吧？没有，怎么可能有别的事情呢？我就是不想欠别人人情。如果你真的不想欠别人人情，那就好好工作不成吗？
我觉得今天晚上，你还是跟我一起吃饭吧。我妈特别想见你。哼，我说是为什么呢？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啊。我妈呢，现在已经知道我们的恋爱关系了，她很想见你，让我今天晚上务必把你带回家。周助理，你脑袋是不是烧坏了？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恋爱条约的第5条啊？如果你忘了呢，我现在给你做个提醒：我们双方有权在恋爱条约范围之内满足对方的合理要求。对不起，我不觉得这是合理的要求。那上次你骗我去董事长的相亲大会，那笔账我还没跟你算。好，这件事算我对你有所隐瞒，作为补偿，给你2天假。我不要2天假期，我要得到我应有的权益。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都是谁造成的？要不是你带我去慈善晚宴，我也不会穿那件礼服。如果不穿那件礼服呢，我也不会出丑。如果我不出丑呢，我也不会被曝光。如果不被曝光呢，我妈就不会。你刚刚还在感谢我，现在又这么说，这好人坏人全让你给做了。你袒护我呢，我是应该谢谢你，但是一码归一码嘛。如果你不愿意搭理我呢，我也不在这儿强词夺理。只不过我妈这个人呢，心里面藏不住事儿。今天晚上如果她没看到你的话，明天可能会找到公司来。你这是威胁我是吗？哎，我没有威胁你啊，我这是善意的提醒。等等，你改变主意了？我这儿有些感冒药，你先拿去，感冒会好得快一点。关心我哎，这么冷漠的一个人，该不会他喜欢上我了吧？你不要想太多啊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因为感冒耽误工作，你不要误会。你到底能不能有点人性啊？虽然我们俩在工作上是上下级关系，我们还有个恋爱合约在呢，能不能不要这么冷漠啊？我提醒你啊，你真的不要误会，我这是为你好，以免你受到不必要的伤害。这个自大自恋狂，打死我都不会喜欢上这种人的。哼！穿着呀，一直都没敢脱外套。哎，你都不知道我现在有多热，我们公司的暖气开得可足了。啊，还能怎么说呀？你说我自己感冒了呗？我都鼓足了勇气了，可是我就是不敢。好吧。感冒好点了吗？还没。给你的药吃了吗？嗯。上车吧。干嘛？送你啊。不需要。真的不需要？现在是我自己的时间，绝不需要。好吧，回头见。回什么见啊？渣男！阿姨比想象中还要年轻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不是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主编，又见面了，周助理。哎，不是你，什么叫你呀？那么才回来啊？人家小叶已经来了一会儿了。不是，你看看他多客气啊，他给妈买了个镯子。小叶啊，你怎么知道阿姨喜欢这些东西啊？初次见面也不知道送什么给阿姨，我觉得这个玉特别养生，特别好。就是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年纪大了，他对养生产品就特别感兴趣。我跟你说，阿姨最近啊，正在研究推广一项养生按摩产品。啊，想不想看看？好啊，走走走，阿姨带你去看。你过来，妈。妈，小叶，来，快进来。
小叶，你是不是害怕狗啊？啊，没有。你赶紧抱走吧，人家小叶可能不喜欢狗。神手无相，你还真有一个女侠梦啊！女孩子的闺房是随便碰的吗？啊，闺女，你干什么？人家就是看看，你这弄走啊！那个小叶，你看看这些鞋，啊，这都是阿姨，您是销售按摩鞋的？错，不是销售，是推广，是宣传。哎，你看看这上边写的啊，天天走走足健保，健康长寿，身体好。我跟你说啊，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寒从脚起，对不对啊？你小看脚一双，头上怎存霜？你干什么呀你？我又没有说错。你说不是我小叶，你说阿姨说的有没有道理啊？阿姨说的对，阿姨继续说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些足疗鞋你可千万不能小看它啊，各种各样的毛病，你比如说失眠，对吧？能治疗啊，关节炎、高血压，好多好处，疗效都特别好啊。你回头走的时候，阿姨送你一双。阿姨，这鞋太贵重了，还是算了吧。你必须的啊！你想想，贵重的东西应该送给谁呀？应该送给识货的人。你说你要不识货，我还不愿意送呢啊！那个，回头你先穿一下，你首先感觉一下，如果疗效好，你们公司不是大吗？每人一双，让他们感受去。对，到时候我一定给您好好宣传。哎呦，别拍马屁，宣传行了吗？聊完了吗？我知道，聊完了。你那个进屋把衣服脱了，洗洗手，准备吃饭啊。哎，洗手啊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孩子，你在家干嘛呢？把衣服脱了，穿那么多我衣服干嘛呀？你这，哎呀。不是你穿成这个样子，你穿成这个样子上班呢？啊，他让我这么穿的，他说这么穿好看。阿姨，这我不是你那个妈，你们快出去吧，快出去做饭啊！快去好好给我妈解释一下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！阿姨，不是那个啊。我其实吧，阿姨就是觉着吧，你们现在年轻人的审美我看不懂啊。不是你说前段时间啊，他穿的叫什么来着？那个背一直露到这儿的叫什么服来着？晚礼服。对，晚礼服。不是阿姨就觉着你这个晚礼服，你说这背吧，这露的是太多了。你说对不对啊？这个子高一点，你要往底下一看，这我呢就偷偷的给他缝了。啊？你说他这一回来吧，他跟我吵的呀，我好了，我现在知道了啊，我呢落伍了。那个从今往后啊，你们小年轻爱怎么穿就怎么穿，我不管了。阿姨您先休息一下吧，剩下的菜我来做吧。你还会做菜啊？啊！哎呀，小叶，你真的……那我来告诉你，厨房在哪啊？你过来。我跟你说，这镯子肯定特别贵，我在商场看到过。嘘，你小点，我知道。最便宜的也得要1万多呢。你说这个会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妈，你能不能别这样？那你帮我看看，我看不清楚。哎，这上面有商标呢，你过来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哎呦，个十百千，多少？10万。妈，这个镯子你不能要，还给人家。干嘛呀？你给我，这人家送给我的，你干嘛呀你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知道妈每天求菩萨拜观音，老天开眼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讨着宝了，妈明天就得去还愿了。妈，你能不能正常点啊？你这是卖姑娘呢，我们俩只是简单的谈个恋爱，将来能不能再夹是个未知数呢？
所以说什么机会，你得好好的把握住机会，你知道吗？稍纵即逝。什么稍纵即逝？你给我！不给，这人家送给我的，你干嘛呀？你真有意思！你别动，给我！不给，你给我！不给，给不给？干什么你呀？不是，你给我！哎呀你！我跟你讲，我比你老，你打不过我，我不给，反正我是不会给你的。干什么你？给我！不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在这？妈，求求你了，妈，帮人家干！妈，我，一会儿给我。多少次我梦想过这样的画面，有心爱的男孩在我面前给我做饭，我就在后面看着他宽阔的背影，看着他认真的神情，他看见我，回头冲我微笑。那一瞬间，一切都融化在那个微笑里面，暖洋洋的光照在我的脸上，我每一个毛孔都能感觉到幸福的滋味。但是此刻我知道，这一切并不属于我。你就打算这么一直看着吗？也不过来帮忙？我看你厨艺那么好，好像不需要帮忙啊。那当然，我从小独立惯了。哎呀，帮我把这秋葵洗了。你这人也不是很坏嘛，你不是说不来了吗？你可别误会啊，我可不是因为你来的，是因为你妈。哼，你这个人可真是有一种超能力啊，让我刚对你有一点好感，瞬间消失得荡然无存。你刚刚穿那件衣服不是挺好看的吗？干嘛要换啊？你有病啊，你变态啊！慈善晚宴那天的晚礼服是你妈给你缝的，你怎么也不解释一下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错了就是我错了，我妈也是为我好啊，我也不能怪她。这个菜是不是也要洗啊？好吃，小野，就是有一点点辣。我这个也辣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说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就给我们做菜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应该的，阿姨，我这次只做了2个菜，你要喜欢吃的话，下次我经常来给您做。啊，这是你说的啊？那阿姨就天天盼着你来给我做菜了。我一定。你说什么呢？人家上班很忙的。这是干嘛呀？人家小叶答应我的，跟你没关系。真好吃。小叶，你来尝一下我做的这个菜，你尝尝看，我做的味道怎么样？谢谢您。你吃吃看。你就说好吃啊？干嘛呀你？说实话。阿姨做的也好吃。好吃是吧？阿姨啊，你们俩太假了。你叫我什么来着？阿姨啊。没大没小的你。小伙子，小心一点啊，不要把我的箱子弄坏掉了。还挺快的啊，最后一箱了吧？没了吧？没了。好，来，喝点饮料。谢阿姨。这个给司机师傅啊。阿姨，您的钱。啊，好的，谢谢啊，辛苦了啊。不辛苦，没事。妈，哎呦，你吓死我了你！这怎么回事啊？那你没看见啊？我的足疗鞋出价！谁傻呀，买这个？你妈是坑人的人啊！这足疗鞋本来就是好处多多啊，好处特别多。什么人把你这些全都给拉走了？你猜？我哪猜得着？你爱说不说。我宝贝女婿小叶
叶荣轩。你干嘛这么叫人家？干嘛？妈早就说过了吧，我跟他就是投缘。猜猜，妈这回挣了多少钱？不是，人家都帮你把鞋给解决了，你怎么还挣人家钱啊？我卖足疗鞋那是我为了挣钱啊！你猜呀你啊！我挣了多少钱？你猜？一双20。1万多。你说多少？1万多。1万多？干嘛呀你大惊小怪？今天谢谢你啊，帮我装了1个晚上的赵中人。啊，不用谢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的朋友怎么评价你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人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你要知道你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，不去考虑面子，也不考虑财富和地位。我明白了，你就是觉得我跟一个大我20岁的男人在一起，就是因为我爱他的钱，就是因为我拜金，对吧？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做后悔的事情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后悔啊？对不起，可能是我用词不当。我是想说，他比你大那么多，你的父母不反对吗？我爸妈根本都不管我，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我对我爸其实没什么印象。后来我妈改嫁，我好像看似又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但其实我知道并不是。就好像小时候写错字了，用修正液去修改它，可是怎么样都回不到写错字之前的样子。在他们心中啊，我就是错误。哼，原来是这样。其实我也是一个婚姻失败者，我也有个孩子。但你要知道，人这一辈子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得已。一对夫妻最后走到离婚，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相爱，没有憧憬过白头到老，也更不能用现在的痛苦去否定过去的欢乐。爱情最遗憾的地方就是，它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溜走。如果大家都不爱了，其实分开也是给彼此幸福。话说的倒是很轻巧。那我问你，你敢说你不恨你的前妻吗？所以啊，不要老是装作是长辈的样子教训我。虽然说，这个人生当中，从来都没有一个男人真的对我好。后来我遇到了赵中人，他温文儒雅，温柔有担当。跟他在一起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对，他是很有钱，没错，可以给我要的生活。但是这样错了吗？只有钱才能给我安全感，钱能给我带来幸福。你是很有梦想的人，但你做的太过分了。你最大的梦想难道不是让我过得更好些吗？可以不走吗？对不起，我已经决定了。老婆，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钱就那么重要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感觉衣服太薄了，冷死了，不暖和。下一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啊？为什么我要付出代价穿这个衣服？要不舒服，不自在。不自在是吧？看看这个美术展的门票会不会让你自在一点呢？你什么时候买？在你答应帮我忙之后啊。我就是属于那种啊，无力不早起，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。怎么样？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免费的午餐，不去白不去。喂，谢谢。你怎么那么没有礼貌啊？要去一起去啊！
徐小姐您来了，请问郭先生呢？他有工作，我看看。好的，您请便。哎，周然，好巧，你是来选婚纱的吗？没有，我是工作来这里交代一些事情。我是来选婚纱的。你要结婚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女孩趁年轻可得抓紧了。你和荣轩哥也赶紧的啊。我们俩不着急。为什么？他不愿意结婚吗？他现在很忙。那为什么？其实是我们都还没想好，觉得不想那么早结婚，还想再过一个二人世界。看不出来，你内心还挺浪漫的。荣轩哥跟我说，你是一个特别保守的女孩。自己来的吗？对啊，本来他说要陪我来的，结果临时有事儿走不开了。哎，你不是见过他吗？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觉得了解一个人是需要过程的，可能你更了解。你说一下第一印象嘛。我记得他长得挺帅的。你刚刚都说了，他那么热衷于工作，一定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。我也这么觉得。那你先选，我走了。哎，别，周然，你眼光好，你能不能帮我选选婚纱？我？对啊。我不会选的。哎，别，你帮我选选吧，我实在挑不出来，你帮我选一下吧，帮我看看，好不好？哎，周然，你觉得这件婚纱好看吗？我曾经幻想过，如果我结婚的话，也想穿上这样的婚纱。真的吗？那我去试一下。因为我不傻呀，不像你一样。哎呦，那为什么没有啊？就是没有啊。那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？哇，先生小姐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你猜？别闹了，我们就是随便看看。好，您请便。走，去那边看看。郭蕊，我喜欢这件。就这个。那这件婚纱以后就是你的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我郭瑞再次发誓，以后一定会买下这件婚纱，亲眼看你穿上它，成为我最美丽的新娘。周然，好看吗？我以为我可以很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感情，可是直到徐曼穿上那件我曾经梦寐以求的婚纱时，我发现我依旧感到一阵心痛。我得承认，我妒忌她，但是我不能让她拿走这件婚纱，因为我不能让郭瑞看见，我不想再去打扰别人的幸福。徐曼，你穿这件婚纱真的很漂亮，要不要再试试其他的呀？你看，这件婚纱也不错呀，你穿上它肯定特别漂亮。那试一下吧。徐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件婚纱虽然也很好看，但是在运输过程中出了些问题，是我们要退回去重新加工的。不好意思。那就没办法啦，看来我还是和这件婚纱有缘分，这是天意吧。徐小姐，您身上这件婚纱真的非常适合您，婚礼的时候您穿上一定是最美的新娘。郭瑞，
才下班啊？公司有点事情，刚处理完。辛苦啦，我给你做饭去。哎，不用，我在外面吃过了。哦，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你还好意思问呢？都没有陪我一起逛。幸亏啊，周然人好，陪我逛了一整天呢。所以改天我们一定要好好请客，好好谢谢人家。对不起啊，宝贝儿，这不是我不陪你，这真的是公司有事情，我脱不开身。那我跟我爸说一声不就行了？哎不，你千万别跟爸说，是其他人会说闲话的。好吧，好吧，不说。你看，全是我的战利品。这是婚鞋，你觉得哪个好啊？我觉得这个好像好一点。然后还有这个钻戒啊什么的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当然还有最重头戏的，在那边。走，你来。你看这个婚纱，好看吧？谁让你挑这件婚纱的？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不好看，一点都不好看。可是我很喜欢这个婚纱。我再说一次，这件婚纱我不喜欢。怎么了？不就是一件婚纱吗？你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吗？难道我连选择一件婚纱的权利都没有？你没有时间陪我去选，我不怪你，所以我找了周然陪我一起去挑婚纱。我就想穿的好看一点，出现在你面前，难道我有错吗？我不想跟你争论，我还有点工作没做完，我去忙了。好啦，别难过了，掉了那么多眼泪，喝点果汁补补水。周然，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谈心的朋友，所以只能约你出来陪我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也下班了，回家也没什么事儿。可是我就是不明白，我哪儿做错了？他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呀？既然他不喜欢那套婚纱，那就换一套嘛。可是我喜欢呀。那我穿着漂亮，难道他不喜欢吗？你穿那套婚纱当然好看，只不过在我们心目中那套婚纱好看，或许在他心中就没有那么好看了。可明明很好看呀。你们两个呢，出发点不同，考虑的角度也不同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面对的男人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他需要机会，所以爸爸都给他机会了。除了机会，他可能更需要尊严。你觉得他买不起钻戒，你就帮他买一个。你觉得他需要机会，你就去央求你爸爸给他机会。这样难道不对吗？我是因为爱他呀，我爱他，我就是想给他所有我能给的一切东西。生活中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以爱之名，不经意的去伤害另外一个人。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应该想一想他的感受。郭瑞那么努力奋斗，难道他不想给你这一切吗？虽然他给你买的钻戒小了一点，但那是他的尊严，而你现在却剥夺了这一切，去做了他应该做的事。尊严是一个男人的底线，想要留住一个男人，我们就不应该去触碰他们的底线。听宁安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好像想的是有点少了。以后我知道了，我要尊重他的意见，然后给他留有尊严。周然，虽然我跟郭瑞相处这么久，但是我觉得呀，你比我更了解他。
我怎么可能比你更了解他呢？可能是全世界的男人都很像吧。哎，那荣轩哥也这样吗？他也是啊，心里有一个死角，自己走不出来，别人也闯不进去。谢谢你啊，周然，这么晚还出来陪我。没关系的，今天也怪我，要不是我陪你选那件婚纱，你们俩也不会吵。不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怎么能怪你呢？我们吵架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相反啊，我还觉得能交到一个真心的朋友真好。以后我要是遇到什么烦心事的话，都可以找你吗？当然可以。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？我没事儿，你去忙你的，我不打扰你了。那我先去了。别胡思乱想了，郭瑞很快就会回家的。拜拜，拜拜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问什么？你知道我想问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没有那么了解你。如果我了解你的话，我们俩就不会像今天这样。婚纱？婚纱什么意思？哎，你觉得这婚纱是我帮徐曼选的，对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恨我，所以你用这件婚纱来提醒我，我的幸福是用卑鄙低劣的人格换来的。我欠你的，我永远都欠你的，难道不是吗？你是在指责我吗，郭蕊？那件婚纱曾经是你对我的承诺，毁灭我爱情的是你啊！建议思谦抛弃我们5年感情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是我抛弃了5年的感情，是我抛弃了你。我是一个男人，我有自己的脸面，我有自己的尊严。你可以什么都不要，可是我做不到。对，是我提的分手，可是这难道不是对我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吗？你不是也找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吗？我们既然已经分手了，就不要再互相纠缠了，好不好？这一巴掌是为我从中学到现在付出的11年青春打的。郭瑞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凭借爱的名义被原谅的。我不愿意做别人感情世界里的第三者，我也不想成为让自己讨厌的人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用那件婚纱来折磨你，从来没有。婚纱是徐曼自己选的。我试着去阻止过他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徐曼是个好姑娘，好好珍惜她。终于离开彼此怀抱，1年之间爱情。或许世界上所有错过的爱情，都像我和郭瑞一样，最终离散在岁月的风里，回头却看不到一丝曾经的痕迹。尽管曾经那么用力的在一起。下个路口，我该如何寻找？停留在迷失的街角，喃喃自语祈祷，却又无力去讨好。终于离开彼此怀抱，淡淡会变成气泡，
沿着时间轨道被思念刻上了心跳，终于不再无理取闹，沉默代替夜的喧嚣，假装爱的星空还留着讯号。董事长，董思妍要见你。让他进来。好。董事长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猜董事长这几天一定在到处找我，我不想您辛苦，所以我自己来了。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董事长好像很紧张的样子啊。我就是想回来看看。3年了，这儿一点都没变。思妍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你应该往前看，没必要再纠结从前。往前看？您告诉我应该怎么往前看？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变了。你这次回来，你爸爸知道吗？你不要提我爸，他就是被你害死的。什么？你爸爸已经去世了？是你害死了他。我和你爸爸是多年的朋友，他的离世，我感到很遗憾。朋友，这2个字从董事长嘴里说出来，您真的不觉得荒谬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想来拜会一下董事长，我爸的朋友，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见面的。这个老妖婆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请坐吧。周助理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上次一别，一直想找个机会来探望董事长呢。嘴巴挺甜的，不过客套话就不用说了。说实在的，我们见过几次面，我对你的印象非常不好。我这么说，你介意吗？不介意。我怎么会介意呢？你真的爱我的儿子吗？我？怎么不确定？不，我当然爱他了。我的儿子也爱你吗？应该爱吧。你这个答案好像更不确定。他爱我，我确定啊，我当然确定他爱我。要是现在是从前的我一定会反对你们发展下去。可是现在我的想法不一样了。既然荣轩选择喜欢你，我也不好意思干预。老妖婆，你到底要怎么折磨我？通常气质分2种，一种是先天存在的，
另外一种是后天练就的。很抱歉，你并不拥有第一种天赋，那么就只能通过后天学习来获得。我根据你的条件，为你设计了这一系列的贤妻养成计划：瑜伽、跳舞、插花、游泳、高尔夫球、声乐、形体、弹琴、礼仪、烹饪、家务。另外，我还为你安排了话剧、音乐剧等等的课程。今天你要参加的课程就是瑜伽课，老师，麻烦你了。可是董事长，你看现在好像已经很晚了。要是太晚了，今天就别回去了。啊，上完了瑜伽课，下一节是用餐礼仪课。我们开始吧。哎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老师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不行！坐姿，背部永远不要接触椅背，身体应坐直，将食物直接送至嘴边。即便吃容易掉渣的点心，也不要俯身去拿。喝汤是唯一的例外。餐巾的尺寸，不同场合使用的餐巾尺寸有别。午餐17、20英尺，下午茶12英尺，晚餐26英尺。鸡尾酒会6到9英尺。对，6到9英尺。没别的了啊，就。我今天教你的，你都要给我牢牢记住。以后我会对你进行考核，要是再回答错了，饭就别吃了。哦。我让你在荣轩的房间休息，他的房间我每天都让人打扫，很干净的。我让你住在他的房间，是希望你能够更了解他的过去。3年来他都没回来住过。主编为什么不回家？也许每个小孩长大了，都不想跟父母住一起吧。朱小姐，您的睡衣。谢谢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！董事长为什么要我住主编的房间啊？真的是想让我多了解一下他吗？边路的传中，无论是下底还是30度角的起球，在英格兰队都已经不是主要的打法。但是在前2天，我们看到了这种打法在塞尔维亚身上是体现了。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足球。几年前，我跑去做体育记者，是因为他；看体育频道，也是因为陪他。是不是觉得我好傻？喂，在干嘛？找我什么事啊？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。要不要一起撸串儿？撸串儿，我也想啊。
但是我现在被人软禁了。啊？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我现在呀，在你房间。在我的房间？我现在就在我家。董事长的别墅。你被他软禁了，怪不得你一天没来上班，原来是被他捉去了。你还不赶快来救我啊！你被他抓去，谁也救不了你，你只能祈求菩萨保佑了。喂，你怎么这么不仗义啊？啊？你让我怎么仗义啊？他把你弄去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他要干嘛？说什么给我设定了一个贤妻气质培养表啊！我的妈呀，你都不知道，他今天找了一个瑜伽教练，差一点没把我给整死。那他可能要失望了。你这个人啊，跟气质根本就没有缘分。你够了啊！你不带这么损我的。哎，我说主编，你们家挺大的呀，你为什么还要搬出去住啊？不该问的就不要问。好，我不问。但是从今天起，我在这里受的罪，你都要加倍赔偿给我。下次遇到这种事情，提前跟我说。哼，你还去过欧洲呢？只是留学而已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的愿望就是去欧洲旅游，啊，在那碧海蓝天之下，穿着长裙漫步，游走在欧洲古建筑的中间，体会着这个城市的变迁跟美好，多么浪漫呐！哎，我到时候还要拍好多的照片。外科，一切根本就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。旅游只不过是从一个你自己待腻的地方去到一个别人待腻的地方。哎，你不要把所有美好的事情都说的那么无聊 ，OK？ 人生本来就这么没趣啊！啊，好吧，不跟你在这抬杠了。可是你今天一定要来救我呀！你不来救我怎么办？我现在已经……哇！你还懂法文呢？我以前在法国留学。啊？是吗？哎，那我问你啊，那个法国是不是特别浪漫？那边的女人是不是都超级优雅？比你优雅倒是真的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不想干嘛，我就是好奇。哎，我想问问你，法国女人那么优雅，您呢是怎么做到毫不动心的？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百花丛中过，芳香已入心。你懒得跟你说。你一直都这么喜欢盯着别人看吗？啊，对不起啊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。3年前我出国了，其实是因为我失恋了。我一直在等一个人，直到今天终于见到他。但是我发现他身边已经有别的女人。喂。啊？你怎么不说话？没有。可能是今天瑜伽课上多了，有点累了。那你早点休息吧。晚安。晚安。你可是有些日子没跟我们一起玩了，什么情况啊你？能有什么情况？忙呗。我看是忙着谈恋爱吧。曼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哎，
都说我们男人见色忘义，你们女人怎么也这样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女人见色忘义的程度可比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虽然咱们不经常在一块玩了，但是你们永远活在我的心里。哎呦，别，说的我们好像都挂了一样。干！我倒是挺好奇的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奇男子，有这样的能力，把我们的曼姐给收了？他吧，非常特别，非常优秀。哎呦，看你一脸花痴的样子。就是啊，不是，这还是我们认识的曼姐吗？哎，不许这么笑话我。好，曼姐发话了，我们哪敢不从？哎，不是，怎么这么多天都没找我们玩了？有什么事儿啊？今天就想你们了呀。曼姐，您还真别跟我来这一套。哎，咱俩都玩了多少年了，谁不了解谁啊？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？不愧玩了这么多年，还是你了解我。说吧。那我就说了。就是你舅舅是不是计划筹建星光体育场的总负责人啊？我明白了，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不是，这事儿你不是不管吗？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得管。说吧，那你想做什么？就是呢，有一个方案的设计师叫郭瑞，能不能让你舅舅帮个忙，让他的设计方案入选？郭瑞？该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很优秀、很特别的人吧？别，去，你就说帮不帮吧。曼姐，这事儿真不是我不帮忙，而是我实在没办法帮。参选设计方案的人肯定都是设计界的大师，设计师真的是靠资历的，这种大项目的设计，年轻人很难挤进去的。不是，我知道，但谁还不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呀？你不能按照资历来判断才华吧？而且我敢保证，郭瑞的设计绝对不比那些所谓的大家差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现在就是看资历的社会啊。一句话，帮不帮吧？我努力行不行？这还差不多。不是，我帮你这么大一忙，你就一句话就完了？那哪成啊！今天晚上酒我都请了，点最贵的，不醉不归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我是醉不归，来，干杯！哎，雪曼，怎么回事啊？今天喝成这样，像什么样子？没办法，商业应酬嘛。你都快只有应酬没有家了，这什么应酬？让你天天喝成这样？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但是我能确定的是，以后我一定会是一个好妻子的。哎呀，好了，赶紧休息吧。啊？不，你去忙你去吧，我是得上去睡觉，早点忙完早点休息啊。这个洛亚格广告撤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几年前就说，这是合作谈崩了吗？只有可能是范丽跟人笑了，钱呗，谁知道呢？哎，算了，不聊了。那我看想不是应该安排的别的事情吗？哦，他怎么想到这出？就是。周然。怎么回事啊？还能怎么回事啊？要变天了！要变天了！都怪你！你穿错礼服的事情现在闹大了，诺亚格公司现在非常的不满，要我们马上把这种不利影响消除掉。刚刚公司开了董事会，如果主编拿不出一个消除不利影响的方案，诺亚格就要把广告给撤走。你说说，主编刚刚上任不到半年。诺亚格的广告费要撤资，夏友军的酒店又是艾佳谈下来，你让主编拿什么服众？我看他现在是内忧外患，主编的位置是保不了了。但是之前主编不是跟诺亚格总部说好了吗？怎么会突然这样呢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哎呦，我真是不知道你给主编灌了什么迷魂汤了。
自从他把你招回来，就没有遇到过一件好事情。他心情不好，我们都要跟着遭殃，都怪你。去哪儿？董事长在里面呢，你是不是傻？怪不得今天早上没有看见他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事。是不是失心疯啊？什么话都敢讲。你不是说你可以解决这件事吗？董事长，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肯定可以解决的。要是再过几天你解决不了呢，董事会对你非常不满意。要不是我在支持你，你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吗？我知道你从来都没有相信我，所以今天我就向你保证，如果这件事情解决不了，我会自觉的离开，不会让你为难。那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讨厌这份工作，我也不强求。董事长最近有些不一样啊。那在你眼中，我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你不是最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吗？反正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你恨我从小到大为你安排一切，你恨我，要你按照我的想法去走你的人生。我知道你不开心，好吧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。你这是对我绝望了吗？我只是希望你能快乐的生活。我可以离开 ERA， 但是不是像现在这样狼狈的离开。我答应你的事情，就一定会做到。你要说到做到。董事会对你非常不满意，我知道你不开心，你要记住，要说到做到。喂，主编。现在是8点课，你立刻去公司拿洛亚格历年的广告文书。另外给我带一杯美式咖啡，不加糖。30分钟后赶到我家。喂。30分钟，我30分钟我怎么来得及？这边我来了。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关门工作。哦，那个，主编，你的咖啡。你知道卡尔拉格菲吧？我当然知道他啦，时尚界的老佛爷嘛。卡尔拉格菲曾经搞过一个摄影主题，名字叫 The Little Black Jacket， 意在诠释香奈儿经典外套的穿着方法。这本书中，不同国籍、不同年龄、不同性别的人，用不同的方式、穿着风格来诠释香奈儿经典白套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搞一个摄影展，名字就叫做 The Dress with Magic。 一条带魔法的裙子，就是说让不同的人都穿上同一条裙子，但是又因为配饰、发型、细节处理的不同，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尽相同。主编，你是想用一切办法展示一条裙子的多种可能性吗？对，这是我做出的4份设计方案：绿野仙踪、摩登魅惑、未来战士以及美人如鱼。接下来你要做的4件事情。第一件，将这些方案整理出来，并做一个详细的策划案。第二件，对洛亚格历年的广告数据进行分析，并
并且结合 The Little Black Jacket 进行一次市场评估。第3，根据品牌的风格选出相应的模特。第4，做出一份详细的拍摄计划，具体到拍摄的风格、拍摄的方案、拍摄的地点，以及拍摄风格所要体现的品牌特点，具体到模特的表情以及状态。好的，主编，我全都明白了。那你继续忙，我睡觉了。啊，啊。你在这干嘛？你做春梦了？你才做春梦了呢。你还能挺住吗？挺不住的话，给你放半天假。不用了，我洗漱一下就能工作了。